美国骗了全世界，星球大战计划并未结束，这些计划早已隐藏在美国各项计划之中。什么？你们不信？那就看火力军如何抽丝剥茧，揭开美国星球大战中隐藏的秘密。大家好，我是火力军，今天给大家揭开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中那些隐藏的秘密。本期影片内容较长，建议先点赞收藏再观看。1993年5月13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美国国防部突然宣布，星球大战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会放弃在太空建立反导防御系统的计划。此时距离苏联解体仅仅过去1年半的时间，全球都猜测此计划直接导致苏联过度军备竞赛，拖垮了国内经济。而美国仅仅使用了一个谎言，便摧毁了世界上另一个超级大国。其实火力军认为，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是真实存在的，在该计划执行期间完成的科研已经应用在美军之中，而那些未能完成的也分成了多个其他项目，直到今天仍在进行秘密研究。那么美国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究竟是什么？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这项计划中，美国是怎么骗了全世界，又隐藏了多少秘密？1983年，美苏海天争霸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3月23日这天，美国总统里根在电视中发表了一个全国性质的演讲。演讲的意思是，由于当前苏联拥有着比美国更强大的核攻击力量，美国害怕核平衡的形势被打破，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反导弹系统。于是里根便对全国的父老乡亲说，我将要授权开启一项可能让核武器一文不值的开创性研究。该计划被称为战略防御计划，又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简称 SDI， 正式名称是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目标就是为了能够美国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以及可靠的威慑能力，帮助美军维持核优势。同时美国还有着其他的小九九，那就是想凭借自身家底殷实，通过太空领域恶意竞争拖垮苏联的经济，最好直接让苏联摇旗投降。于是里根大笔一挥，于1984年正式部署星球大战计划。按照计划，美国将从1984年财年到1989年财年投入数百亿美元，用来研究先进反弹道系统的关键技术与验证可行方案。等到了90年代初期，再决定这套系统是否采用以及如何发展。星球大战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建一个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弹道导弹综合防御系统，主要是针对弹道导弹的助推段、末助推段、中段以及再入段等4个阶段进行拦截。其技术手段包括在外太空和地面部署高能定向武器。简单的说，这个计划主要研制的是苏联弹道导弹刚从发射井出来，就可以被附近的美国雷达发现，然后雷达会马上设法把相应的数据传输给美国方面，美国则马上启动导弹，在计算出来的抛物线位置上设置拦截点。1985年，美国正式对外公布这项计划，并透露出一些信息。拟建的战略防御系统将不仅使用常规弹头，而且将使用激光、离子束、电磁轨炮和截击弹等高新技术武器。常规弹头和高新技术武器将被部署在外空、空中和地面，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天衣无缝的防御盾牌。星球大战计划整套拦截系统由天基侦察卫星、天基反导弹卫星组成第一道防线，用常规弹头或定向武器攻击在发射和穿越大气层阶段的战略导弹，由陆基或舰载激光武器摧毁穿出大气层的分离弹头，由天基定向武器、电磁动能武器或陆基或舰载激光武器攻击在入大气层前阶段飞行的核弹头，用反导导弹、动能武器、粒子束等武器摧毁重返大气层后的漏网之鱼。经过这一整套组合拳，可以确保美国对来袭核弹的99%摧毁率。当然，这套系统还有其他妙用，可以在发生核战争时，以反卫星武器摧毁敌方的军用卫星，打击削弱敌方的监视、预警、通信、导航能力。当未来出现苏联发动大规模核武攻击时，美国就可以凭借这套系统存活下来。毕竟99%的拦截率不是开玩笑的。另外，美国在冷战结束后还修正了该项计划，以此来保证美国遭受少数核武攻击时的领土安全。整项星球大战计划由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和反卫星计划2部分组成。
这项计划出笼后，在今后几年内，美国将会投入数百亿美元用于研究各种高新技术武器，同时还动员了超过1万名科学家来参与这项计划。美国的许多盟友，包括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以色列、日本等，也在美国的要求下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项计划。拉盟友入坑的好处就是投入均摊，风险均摊，但收益还是一样的。根据里根宣布的时间表，美国打算从1994年开始部署防御计划所要求的部分装置，到20世纪末建成整个防御系统。星球大战计划整个项目耗费预计为1万亿美元。那么按照如今的眼光来看，不就是各国正在发展的反导计划吗？美军全球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基本便是采用这个原理。但火力军也说过了，这是如今的眼光，但若是向前推数十年，对于当时的美国甚至世界来说，简直就是科幻的存在，因为其技术难度太大。想要拥有反导系统，这些技术是必须要进行发展的。首先便是雷达技术，因为反导系统对于精准度要求极高。对于反导系统来说，雷达精准度意味着拦截成功率，因为雷达需要侦测的不仅仅是敌方导弹发射位置与目标，同时还包括整个运行轨迹。当时苏联的弹道导弹一般都是在发射高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进行变轨，并在瞄准目标后做出抛物线运动，所以对于苏联导弹整个发射过程的追踪便显得极其重要。想要精确拦截，你首先要做到的便是精确追踪。光能精确追踪监测还不行，你还需要拥有先进的数据传输技术。这项技术的发展与雷达可以说息息相关，因为美国若是想要运用雷达技术进行数据拦截，那么拦截系统就必须尽可能的接近苏联。这也就是为何当时美国会在欧洲与日本建立数量那么庞大的雷达基地。但即便拥有了数量那么庞大的雷达基地，美国想要精准拦截苏联导弹还是不行，因为雷达基地还是不够接近苏联，尤其是对于苏联导弹基地来说，两者距离还是有些远了。虽然可以通过无线电传播数据，但难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而且一旦被苏联发现，那美国将会损失惨重。于是美国又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海底电缆，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互联网技术。互联网这种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同时还推动了美国国民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一箭双雕的绝佳好处。不得不说，很多大型科技的诞生与发展都是源于当时的世界需求。有了前面的条件以后，还需要拥有火箭助推技术。其实在发展这项技术的时候，美国就有着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在火箭助推方面，美国一直都活在苏联的阴影之下，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发展自家技术的原因所在。但是这项技术别说当时了，就是现在也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难关。美国一直以来发展的各种技术，只要是关于火箭的，基本都是采用航天飞行器所用的助推火箭，而非可以单独使用的火箭。要想给国际空间站提供物资的话，还需要依靠俄罗斯来单独发射火箭。在冷战后期，美苏在火箭发动机上走向了不同道路。美国大力发展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例如哥伦比亚号、挑战者号、发现号等。美国还特意为其研制了超高性能的液氧液氢发动机 SMM1， 以及大推力的固体助推器，期待依靠航天飞机打天下。苏联就不一样了，它是多管齐下，既继续使用质子号、联盟号等一次性火箭，也研制了能源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顺便还衍生出新一代的天顶号火箭。在火箭发动机方面，苏联也是涉猎极广，既有传统井基发动机，也有落后但可靠的 RD-107 等液氧煤油发动机，还有媲美 SSME 的 RD-0120 液氧液氢发动机，以及高压补燃循环的 RD-170 和 RD-120 液氧煤油发动机。即便到了今天，美国仍然靠着俄罗斯提供的火箭发动机，美国洛马公司的宇宙神3和宇宙神5火箭都使用 RD-180 发动机作为第一级主发动机。得益于 RD-180 发动机的成熟技术和稳定表现，宇宙神5火箭要比波音公司的德尔塔4火箭更为物美价廉，不仅性价比有优势，而且保障维护更简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于俄罗斯火箭发动机的宇宙神5火箭，在美国航天发射工具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美国并非没有能力研制 ，NASA 曾推动研制 RS-84 高压补燃液氧煤油发动机，其地面推力482吨，比 RD-180还要高约100吨，而且是单燃烧式，设计难度更大。不过 RS-84 研制半途而废。归根到底，一方面美国公司太过于斤斤计较利润得失，另一方面由于德尔塔4火箭使用的是国产的 RS-68 液氧液氢发动机，美军和 NASA 对自主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并不上心，这才造就了俄制火箭发动机占据了美国航天发射市场半壁江山的局面。火箭助推技术的发展不足，制约了美国的国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性能，也就是只能在末端进行拦截。当然，还有其他反导方式，那就是激光。理论上来说，激光具有高能、高聚集、高速度等优点，足够拦截所有的导弹。美国最初设想星球大战计划的时候，也想过在外太空部署激光武器，在中段拦截苏联的弹道导弹。那么什么是中段拦截呢？就是弹道导弹开始分离主要推进器的时候，此时的弹头开始脱离大气层，这个时候弹道导弹的运行是最为缓慢的，同时也是最易被拦截的时间。但问题就在于，美国可以将什么样的平台部署在这里呢？美国曾设想用航天飞机来承载雷达和武器系统，当时的航天飞机有一个很大的货舱，平时航天飞机和武器存放在仓库里面，延长寿命，需要的时候马上发射出去准备作战。另外，美军还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基于 C-130 运输机研制激光武器的构想，并且还曾在该型运输机上测试名为先进战术激光的系统。不过实验遇到了各种技术问题，例如100千瓦级化学氧点激光武器的尺寸和重量过大，再加上冷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实战化的可行性，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想要激光武器达到足够的功率，尺寸与重量都变得巨大，同时对能量需求、散热要求也非常高。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将激光武器集成到 C-130 上绝非易事。除此之外，美军还有另一架美国空军机载激光器，又被称为 YAL-1 验证机。机载激光器是一个搭载于经改装的波音 747-400F， 配备脉冲功率达兆瓦级的氧点化学激光器的武器系统。最初设计是为了对抗战区弹道导弹，这些都是美国为了实验激光拦截所研发的验证机。星球大战计划的出炉是美苏核军备竞赛加剧的结果。在上世纪60、70年底美苏战略核力量在数量上大体相当，但在导弹命中的精准度与多弹头技术方面，美国处于领先地位。自70年代开始，苏联奋起直追，先后发展了5种威力巨大的洲际导弹，例如 R7、R16、UR100 等，其精准度与多弹头技术也逐渐接近美国，从而拥有能力在第一次核打击时摧毁美国大部分洲际导弹以及相当一部分战略轰炸机和导弹潜艇，使得美国战略核力量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美国感到有必要建立有效的反导弹系统，来保证其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可靠的威慑能力，维持其核优势。同时，美国也是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旷日持久的耗资巨大的太空武器竞争，把苏联的经济拖垮。对于美国这些太空武器，苏联则将其视为心腹之患。为了应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进行了一系列反卫星武器的开发与实验。当然，美国也不堪示弱，立即采取对抗措施，以 F-15进行反卫星实验。虽然星球大战计划与反卫星武器不同，但在技术上是可以互相利用的。反卫星武器技术可以引入星球大战计划，当这项计划完成后，也可以用于攻击卫星。所以严格来说，早在里根电视演讲之前，美苏之间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暗地里较量了。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主张对弹道导弹实施分层拦截，多数拦截将在外太空进行。五角大楼为此拿出了数百亿美元进行激光、粒子束、精确传感器和智能石块的研发。理论上的动能和定向能武器将在导弹的助推阶段将其击落，而地面拦截器则在导弹落地之前将其摧毁。除此之外，美国又开始研究一项被称为智能小原石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使用太空中成堆的智能石块寻找和摧毁敌方导弹。
但后来美国发现可以利用武器条约消除苏俄的多数核弹头，而不是使用智能小原石，并且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也禁止了天基反导系统的存在。苏联在发展太空武器方面起步比美国早，但由于经济实力不如美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毫无节制地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所以只能主张禁止太空军事化。在星球大战计划推出的几年内，禁止太空军事化的问题就一直是历次美苏首脑会议和核会谈的主要议题。苏联要求美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则以此为王牌，压苏联在陆基洲际导弹方面让步，双方对此争吵不休。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谈判地位大大削弱，美俄终于在1993年达成了对美国有利的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美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随着美俄核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宣布不再继续执行原来的星球大战计划。由于系统计划的费用高昂，而且技术难度大，许多计划中的项目，例如著名的 X-30、X-33 等，最终无限期延长甚至终止。再加上苏联后来的解体，美国在已经花费近1000亿美元的费用后，于1993年正式宣布终止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单纯的认为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是专门针对苏联的阴谋，实际上是有点事后诸葛亮了。苏联解体是一件非常复杂也是非常偶然的意外事件，是多种事件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里根总统没有这个能力预料到苏联解体，这个计划能够对苏联产生多少压力也是不可预知的。里根提出这个计划的本意就是改变美国原来落后的战略思想，通过利用自身国力不断上升的机遇，提高科研投入，在美苏争霸中获得优势。苏联人也不是傻子，苏联克格勃在美国有着极其强大的情报网络，这样庞大无比的计划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保密的。一旦苏联发现美国只是虚张声势，完全可以通过虚张声势的方式来应付，不必实际投入大量金钱。美国确实在星球大战计划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并获得了极大成功。美国在自动化控制和计算机通讯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迎来了美国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的迅猛发展，而且美国也宣称这一计划没有实施，是因为存在技术缺陷。许多用于星球大战计划中进行研究实验的装置仍然发挥着作用，如美国白沙实验场研究光束飞船的极光就来源于星球大战计划中所使用的仪器。所以说，里根对星球大战计划是认真的，虽然确实存在着用计划拖垮苏联的打算，但是说这个计划只是一个阴谋，那是太小看双方的智慧了。就像里根后来说，如果这个计划是假的，那为什么苏联人这么紧张呢？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并非简单的军事战略，而是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高边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美国在以微电子技术等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以及其他空间技术占据优势，美国早就预见到利用最新技术首先在军事上占据太空，改变美苏自60年以来形成的互有攻守的态势，从而面对苏联占据优势的战略地位。于是美国便萌发出向太空寻找出路，提出高边疆战略，并从1984年全面执行这一国家战略。该战略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美国未来在军事、经济以及科学等方面综合开拓利用太空的总方略，由星球大战计划与太空工业化战略设想组成，帮助美国在21世纪称霸全球。在火力军看来，美国当初星球大战计划反而是有些高瞻远瞩，只是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所以才会选择终止，但却不能说没完成全部，这项计划就是失败的。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下期火力军将带来美国在21世纪的星球大战计划，感谢大家观看，再见。